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就是继续拆解酷泰科的充电器，这是咱们的第4款酷泰科的充电器。这一个是67瓦，2个 C 口1个 A 口的一款第3代氮化钾充电器。咱们前面拆了3个，一个这种白色的30瓦的，然后还有一个磨砂30瓦的，这一个是新款的一个65瓦的。咱们今天就是评测这一个67瓦的套装，一个充电头，1根数据线。咱们话不多说，先把包装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包装盒的话还是延续了酷泰科的设计啊，后面写着详细的规格，200至240伏的电压输入。Type-C 1口和 Type-C 2口这2个口的输出功率最大可以到67瓦。USB-A 口的输出功率的话，最大就是24瓦左右啊。这是赛尔康代工生产的啊。这里还有1根数据线，两头都是 C 口的1根 C2C 的数据线，线身是很粗的，包装是采用卡纸把它包住的。这上面有环保标志，这里有2维码信息。卡纸我们全部放在盒子里面，说明书是中英文设计的。充电头的本体的话，这上面还附了一层膜，咱们把这层膜也把它撕掉。这上面有 GAN 氮化钾67瓦的英文标识，然后这里有酷泰科的英文标识，这边还有一个 GAN 的标识，银色的闪亮的外观啊。插头一样的，采用的是可折叠的设计。这上面写着有 3C 认证，室内使用，循环使用10年，双路绝缘，2维码信息，还有它的执行标准，还有各种各样的输出输入的参数。这里有制造商中国制造，这下面一排是 SN 码信息。背面的 USB 接口的话有3个，一个 A 口，2个 C 口，这上面有一个笔记本电脑的标识，然后2口也是 C 口，第3个插口就是 USB-A 接口。面板的话是带条纹的，摸起来有凹槽的那种条纹，然后旁边的话是没有线条来点缀的。整个充电器连包装的重量192克，充电头和数据线的重量是163克，单数据线的重量是54克，然后单充电头的重量是108克。整根数据线的长度的话，大概就是1.5米的长度。数据线的直径是 4.28 毫米，这个数据线很粗的啊。高度54毫米，厚度的话大概就是28毫米左右，宽度的话是53毫米。灯光照射下去，这个是银光闪闪的，做工都是非常精致的。咱们外观都看完了，进入测试环节，我们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数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充电器 A 口的快充协议 QC 3.0 的5伏9伏12伏，三星 AFC 的5伏9伏12伏的25瓦，华为 FCP 的5伏9伏12伏24瓦，SCP 档位的 5.5 至10伏的 2.2 安22瓦。 USB-C 1口的协议的话，我们用 KC003C 来测试，这个图形化的界面看得清楚一点。支持 QC 3.0 5伏9伏12伏和 3.6 至12伏的档位，还支持 PD 3.0 的最高65瓦，然后支持小米的67瓦的功率。 Type-C 2口的协议的话跟1口的协议是一样的啊， QC 3.0 的5伏9伏12伏 3.6 至12伏，还有 PD 3.0 的65瓦，小米私有协议的67瓦，它都是可以支持的。2个 C 口都是大功率。充电测试环节，首先还是小米手机，显示的是67瓦 Max， 这个红米 Note 11T Pro 充了1个小时电就充满了，它40多瓦的功率延续了大概8分钟左右，然后降到23瓦的功率，一直充到 80% 的电，充到 95% 的电的时候，功率就降为5伏2安10瓦左右的功率，一直把电充满。这个充电曲线大家看一下。温度的话，它最高的温度 41.5 度，咱们室内的温度是16度左右，最高温度 41.5 度。OPPO 手机测试的话，我们是用的 OPPO 的 K11X， 找一个充电功率最大的一个充电口来测试。现在是15瓦左右的功率，咱们这个手机15瓦的功率一直维持到充到 80%， 然后开始降功率，电压没变，一直都是9伏的电压。80%到95%之间，它有很多波动，
然后到 95% 以后，功率就直接降到9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充到现在，还有 98% 的电。温度的话，最高也就是35度左右。这个 vivo 手机充了大概50分钟左右，它的功率一直都是9伏，然后11瓦左右的功率。大概10几分钟的时候，有一个波动是我从 Type C 口换到 USB A 口，换了过后，它还是只有11瓦的功率，一直充到现在，从几的电充到现在46%的电，还是一样的啊。这个充电器对 vivo 的手机支持的不是很好。温度的话，它的功率不高，温度也最高温度只有31度左右。华为荣耀系列的手机测试，咱们用荣耀90来测试，显示的是超级快充，现在是66的电，然后功率的话是20瓦，咱们也是用的最大的功率，配合的华为的原装的数据线，从60几的电充满花了30多分钟时间。它充到80%的时候，这个从20瓦的功率慢慢的下降，95%过后就是5伏的基础功率，慢慢的涓流把它充满。充电头的温度的话，最高温度30度左右，功率还是挺足的啊，60多的电充满花了半个小时。苹果手机的充电测试的话，咱们用苹果12和13分别测试一下。苹果12咱们用 Type C 第一个口充电的，数据已经采集完成。现在咱们是苹果13的数据采集。这个苹果13充电的话，它一直就是8-9瓦的功率，一直充到 80%， 降为5伏。大家看看这个充电曲线图，功率不高，它的温度也不高，最高温度 28.3 度，最高温度啊。苹果12是从没有电开始充的，大概18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充到 80%， 然后降为5伏基础功率，一直到把手机电充满。这个苹果12的这个能量图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能量还是比较足的啊。充苹果12的时候，它的功率比较高一点，接近20瓦的功率，18瓦左右，所以它的温度也要高一点，大概32度左右。咱们现在就是满功率运行，足足的运行了1个小时5分钟左右，它这个能量是非常足的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然后由于它的功率非常的高，所以说这个充电头的温度也是很高的， 53.4 度，我们室内的温度10几度。这个满功率输出的时候，它的温度还是挺高的啊。C2 口的话，咱们一样的大功率啊，63瓦的实际功率，运行了大概43分钟左右，我们这个充电宝已经充到70%几了，70%以后它就降功率，降到现在的23瓦。大家看一下这个能量曲线图，这个能量也是非常足的啊。C2 口和 C1 口的功率都是很足的，67瓦的功率。因为我们这个是 C1 口充完了，接着用 C2 口继续来充的，它的最高温度的话拉到57度左右。充电头的测试咱们测试完了，因为这里有一根 C2C 的线，这个线这么粗的话，咱们还是给它测一下这个数据线的压降。测试5伏、9伏、15伏和20伏4个档位。这是5伏1安的压降值，大概就是 0.1 伏，咱们取小数点后2位数。5伏3安的压降值大概就是 0.3 伏。9伏1安的压降值也在 0.1 伏，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值。9伏3安27瓦的功率，压降值 0.3 伏。15伏1安的压降值也是 0.1 伏啊，这边15伏，这边输入的话就是 14.9 伏。15伏3安45瓦的功率，它的压降值也是 0.3 伏。20伏1安它的压降值一样的啊， 0.1 伏。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值，它在1安的功率的时候，它的压降值基本上都是 0.1。20伏3安60瓦的功率，压降值 0.3 伏，这个数据线做工用料都是非常好的啊，它的压降值基本上没变，它的线阻只有100毫欧啊。我们用仪器读取数据线内部的 eMark 芯片，它这个是20伏5安，也就是100瓦的充电线，方案是用的小米的方案，然后支持的传输标准只是 2.0 啊，充电是没问题的，传输数据的话估计比较慢啊。刚才咱们测试的是数据线的压降，大家要记得啊，这根数据线是1.5米的长度，而不是普通的1米的。现在咱们就是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文波，一共要测试5个档位，
5伏、9伏、12伏、15伏和20伏。这是这个充电器的5伏空载文波，大概在50毫伏左右，文波非常的稳定啊。5伏3安15瓦的功率，它的负载文波在20毫伏，非常的稳定啊。9伏的空载文波大概就是40毫伏的样子，跟5伏的空载文波波形是一样的。9伏3安27瓦的功率，它的文波也是非常稳定的文波啊，20毫伏，非常的低了。12伏的空载文波10毫伏，这个是非常低的文波啊。12伏3安36瓦负载文波也只有10毫伏，很牛啊，真的很牛。15伏的空载文波也是50-60毫伏。15伏3安45瓦的功率，负载文波30毫伏。20伏的空载文波1-20毫伏，这个文波确实做得很到位啊。20伏3.35安67瓦满功率负载的文波，基本上接近一条直线啊，10毫伏。在开关电源里面10毫伏的文波，那是做的特别的好了。这个充电器的单口充电模式和数据线的线阻和压降咱们都已经测试完了，现在就是咱们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多口输出状态下它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先测试一下 C1 口和 C2 口这两个口同时输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先让一个 Type-C 口启动最大的功率，现在是65瓦实际功率，这个是 Type-C 的2口。然后我们接上 Type-C 的1口，这边就断流重新分配功率，变成了20瓦的功率。然后 Type-C 1口我们启动负载啊，1口现在是39瓦，我们加一下电流，让它增高一点，看能够增到多少。2.1、2.2、2.3、2.4、2.5、51瓦，再加一点，重新启动了啊！两个口同时输出，它的最高功率70瓦左右。当我把这个大功率的这个口拔掉过后，这边断流了，马上重新分配功率，变成65瓦左右。现在咱们 Type-C 1口接上设备，启动60多瓦的功率，然后我们接上 A 口，总功率始终是不变的，总功率它始终是67瓦左右，这边就变成43瓦左右，这边就是大概就是9伏的一个快充模式。现在就是我们测试 Type-C 2口加 A 口的情况。Type-C 2口现在启动的是62瓦的功率，我们把 USB A 口接上设备，这个跟 Type-C 1口完全不一样啊。Type-C 2口的功率马上变成了5伏的基础功率，这边也是5伏的基础功率。我们再试一下啊，拔下设备过后，它就重新分配功率，变成最大功率60多瓦。我们接上 USB A 口，这两边都变成了基础功率，就证明这个 Type-C 2口和 A 口在同时使用的时候不支持快充。我们现在就是测试一下它3个口同时输出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是 Type-C 1口我们启动的最大的功率， Type-C 2口的话，咱们接上小米手机显示的快速充电功率的话12瓦，然后 Type-C 1口变成了40多瓦， USB A 口我们接上一个华为手机，2口的功率立马就变成了5伏的基础功率。 Type-C 1口功率没变，还是大功率的40多瓦，也就是说3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时候， Type-C 1口它始终是大功率40多瓦，然后这两边平摊20瓦的功率，也就是基础功率一个10瓦左右。这个充电器3个口测试下来，2个 C 口同时用的时候，它是平均分配功率67瓦除以2，然后 C 2口和 A 口这2个口同时用的时候，它只有基础的5伏功率。如果是3个口同时使用的时候，这一个是大功率，最高40瓦，这2个加起来也就是20多瓦，总功率的话67瓦左右。咱们这一期67瓦的酷泰科套装的充电器，时间已经在15分钟左右了。没办法，我们做视频就要把它做的详细，一定要让大家看得明白的。这个酷泰科的充电器各项测试都非常的优秀啊，数据线一样的很优秀。咱们下一期视频就是把它拆解开，我都迫不及待的想把它拆开了。能看完咱们这个视频的朋友都是我的老铁，谢谢你们。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双击投币加个关注，了解和掌握更多配件方面的常识，请大家关注我。谢谢大家观看，下一期咱们拆解它。